46亿年前，一团星云因为万有引力朝向中间快速收缩，中心点形成太阳，周遭产生行星、卫星、彗星，太阳系就此诞生。至今，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依旧存有无穷尽的未知领域，笼罩着神秘的迷人色彩。宇宙到底是如何形成？太阳系又是如何诞生？地球上为什么有生命的存在呢？面对这一连串的大灾问，人类急于寻找消失于星际间的那一块拼图，希望能够拼凑出更具体而完整的宇宙观。而现在，科学家又把希望寄托于稍纵即逝的彗星上。天文学家相信，彗星冰封着太阳系形成的原始秘密，但是否会有这么一天，它将夹带雷霆万钧之势冲向地球？亦或在撞击的同时，彗星上所携带的生命种子得以散播在这美丽的星球上？如今，人类终于有机会打开这颗冰封的时空胶囊，一窥深埋在彗星的秘密。台湾的天文学家也将参与这场星际任务。它从太阳系边缘而来，现在平均每6.45年造访太阳一回，每次登场总夹带着万千光芒。这颗楚留莫夫格拉西门克彗星编号67P，科学家期待在它的身上寻找线索，解开太阳系的身世之谜。天文学家要研究彗星，因为第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是很可能是我们太阳系形成的时候留下来的物质，另外一个就是它彗星在很多面向就跟生命的起源有关系。中央大学天文研究所的叶永雪教授是欧洲太空总署罗塞塔计划的协同主持人，他们的目标是挑战人类史上首次登陆彗星。有别于过去登陆月球或是火星，这场宇宙奇航，就连美国航太总署都坦言，困难程度直叫人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是说，因为我们去月球，月球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的，什么动作都没有的。可是彗星呢，它从开始又到进来，越靠近太阳，开始它表面的物质水分蒸发出来，沉下出来，所以它是活的一个东西啊。有点像你有点像你要去画画，你要去好好的照个相，那可是旁边就有人在那个放鞭炮一样。这项登陆彗星任务代号罗塞塔，是这个探测器的名称，名字源自于一块古埃及石碑。近代考古学家当年就是根据罗塞塔石碑得以对照解读失传1000年的埃及象形文字，而欧洲太空总署则希望罗塞塔探测器能够帮忙找回遗失了数十亿年的太阳系形成史。2004年3月2号，太空探测船罗塞塔号发射升空，展开一场漫长的星际之旅。历经长达10年、超过60亿公里的旅程后，在2014年的8月进入彗星67P 的轨道。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接近彗星的一刻。如果彗星真如科学家所形容，
像颗沾了血的肮脏泥球。那么或许，这位来自太空的神秘访客，并非想象中的遥不可及。人类这几年探索彗星的进展突飞猛进。今天呢，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拿地球上现有找得到的物质，看能不能做出一个彗星来。首先，让我们加点水，在这个储存槽里面。然后呢，我们刚刚说了，彗星其实是脏雪球。当年大家讲脏雪球，自然里面应该有相当多的灰尘。这就是我们从地球上找到的泥土。把泥土摆到水里面去，然后我们加点木炭吧，因为彗星里面应该有很多碳水化合物跟有机物质。可以看得到，实验做起来好壮观。然后放一些负责交结的玉米淀粉，糖浆，代表着彗星里面的有机物质。这是醋，也就是氨基酸的代表。最后呢，加一点太空里面会看到的乙醇，也就是酒精。都加完了以后，我们把这些物质充分混合，就已经做出来在彗星里面主要成分的一大部分了。今天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使用的是干冰，各位，干冰的温度是零下78度，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孙教授还是要戴上护目镜跟厚手套。这就是我们的干冰了，冒着白烟，零下78度。现在把它放到刚刚的这个水跟这些灰尘物质的组成里面去。经过我们几次搅拌，慢慢觉得它已经硬了，我们就把它包起来了。包的过程中，它的气会四散喷发，就真的像是我们在太空里面看到的彗星一样。静待3到5分钟后，一具雏形的模拟彗星诞生。科学家对彗星的了解，相信它是水冰跟灰尘构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年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当行星一个一个形成完毕之后，还有好多留下来的散碎物质，就是今天彗星的组成材料了。所以深入研究彗星的组成，也就能帮助科学家跟我们人类更进一步的了解太阳系当初形成的奥秘。中央大学的实验室里，3D 列影机即将花上1天1夜打造一颗67批彗星。我们与欧洲太空总署合作，利用 Rosetta 太空船的远距照相技术，将一幅幅的影像传回地球以后，经过后处理，拼贴而成67批的3D 模型。然后经过电脑的切片，我们就可以把资料传进3D 印表机中，然后把67批这个彗星的模型列印出来。拿起彗星模型仔细端详，叶永雪教授的目光立刻被彗星表面遍布的坑洞吸引。眼前这些坑洞似乎与过去所见到星体经过撞击后产生的坑洞大不相同。我们发觉这些坑洞它是跟水星月球火星它们的碰撞坑洞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
圆形这圆的边，不是中间的底很平的。这些坑壁陡峭、底部却几乎平坦的凹坑，究竟是什么原因所造成？更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巨大坑洞仿佛似曾相识，而且出现地点并非外太空，就在我们的地球。原本悄无声息的地表突然张开血盆大口，树木、建筑甚至动物、行人，转瞬间惨遭吞噬。难道近年来地球上接连出现的神秘天坑，也在彗星现踪？就在这个时候，一张照片的出现，让天文学家们原本坠入无里雾般的思绪，透出一线曙光。从这张影像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喷流是从这个洞口喷出来的。我们当时看到这张照片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就读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的李瑞启与国际团队，过滤了数万张罗塞塔号拍到的珍贵影像，终于在这张照片找到关键线索，就是这个凹坑口活跃的灰尘喷流。我们看到那个照片上的喷流，就是从这些洞口旁边的墙面所喷出来的。那如果这些物质喷出去的力道不够的话，它就会掉回这个坑洞的底部，形成我们在影像中看到非常平坦的坑洞的底部。找到了坑底平坦的原因，研究团队继续试图推敲坑洞形成之谜。研判是因为彗星的结构松散，本来就存有许多空洞。随着内部的水冰不断蒸发，空洞越来越大，一旦无法支撑表面的重量，就会塌陷，产生巨大坑洞。有的深达100公尺，宽180公尺，几乎可以放进一座古夫金字塔。这起重大发现让叶永雪教授领军的研究团队，2015年7月登上国际期刊 Nature。然而，就在充满坑洞、喷流现象又如此活跃的彗星上，真的留有太阳系起源的只字片语吗？林忠义博士是叶永选教授研究团队的成员之一，更是参与罗塞塔计划的重要伙伴。我们跟随着他的脚步，独家前进中国大陆的天文科技重镇。穿梭时空800年，我们来到古城丽江。这座淳朴的小村落，遥望着终年冰封的玉龙雪山。它是高美谷村，在当地纳西族语，高美谷意为比天还高的地方。而我们的目的地将超越比天高之所在，登上海拔3200公尺，中国科学院位在云南的丽江天文观测站。浩瀚宇宙间，一颗彗星恐怕比沙粒更渺小。若想大海捞针，就靠这份无字天书。密密麻麻的数字，在林忠义博士的眼里，却能转化成一份星际地图。上头载明67批彗星的轨道坐标以及追踪参数。那我们就把这个位置，交给这边的望远镜。那我们望远镜就可以精确的指向这个67批的位置。3分钟之后，先对 focus， 然后 focus 的坐标先在上面，事实上它在这附近，先给它对
这个就是彗星。哈，经过彻夜守候，林忠义博士终于捕捉到了67P 彗星的身影。彗法嘛，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它尾巴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对，就是67P。那它现在在远离太阳中，所以它的亮度是急剧的减弱。那目前我们测到的星等大概是16到17等，所以是非常非常暗。星等指的是星体在空中的相对亮度，越明亮的星体，星等数值越低。一般肉眼观测的最大极限大约只有6.5星等，但我们拍摄的彗星只有16到17星等。加上窄波段滤镜的滤光效应，若想在茫茫星海锁定67P，就得出动这座星空搜捕手。这是全东亚最大的通用光学望远镜，口径2.4米。为了这次的观测任务，林忠义博士特别为望远镜加装滤镜，而这滤镜全宇宙只有2片。我手上这一片滤镜是全世界唯一一片，那另外一片是在太空船上。那这一片 OH 滤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彗星上的水含量有多少。丽江行的首要任务是将地面的彗星观测结果与罗塞塔搜集到的数据相互印证。历经了3天2夜的努力，总算有了重大成果。这是我们从丽江带回来的这个观测资料，是观测彗星的灰尘的一个特征。那我们发现说，我们的灰尘的粒子的这个颜色啊，比之太阳的颜色稍微偏红一点。不仅如此，观测资料同时也侦测到67P 的绘法上有氢的成分。登陆器飞来，更在67P 上找到至少16种有机分子的存在。科学家相信，这可能是构成生命的原始成分之一。在彗星表面发现有机物质，其实蛮令人感到兴奋的。也就是彗星本身呢，一直有人怀疑它是地球生命当初起源的携带者。彗星很可能带着有机物质，长途漫漫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撞到地球表面，把有机物质撒在地球表面以后呢，成为我们现代生命的起源。这是否代表着航向彗星的罗塞塔号距离探索生命起源的目标更近一点？台湾的科学家正试图破解几世纪以来的最大谜团。